我11岁就进了宫，被安排在东宫的小厨房里值夜。5年来，我都没出过宫门半步。别人削尖脑袋往主子身边凑，我却花了积蓄求得这3等闲差。一起进宫的姐妹死的死，疯的疯，而我在小厨房偷吃偷睡，愣是活得最久。本以为熬到20就能出宫嫁人，谁成想太子东宫一夜变天。这日等我睡醒去厨房，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。跑去前殿时才知道东宫已被围，主子哭，奴才逃，太子家眷全被押去别院候审。我刚想喊我不是家眷，一把大刀刷的就架我脖子上了。千算万算，没算到东宫主子会倒台，看来我也是个短命鬼。我们几个女眷被塞进囚车押送，活像重刑犯。太子妃穿着华丽宫装，妆容一丝不苟，可坐在囚车里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外头百姓指指点点，有同情，有疑惑。我心里嘀咕，福祸相依，我一天福没享过，竟跟着倒霉了。算了，我这人就像浮萍，无根无基，只要不死，哪都一样。一路颠簸，我早饿得前胸贴后背，禁军啃着干粮，压根没分我们的意思。日落西山，总算到了别院。我眼冒金星，最后一个下车。这地方比牢房强点，算是给太子留的最后体面。主子们愁云惨淡，丫鬟们倒松了口气，至少能找吃的了。我逮着李良娣的大丫鬟9月，问9月姐，太子到底犯了啥事？9月瞥我一眼，你怎么没跑？我直接睡过头了。倒霉催的太子犯的是大事，不然能连家眷都清理。他叹口气，继续道，我生气，在李家跑不了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说着，我俩摸到后厨，厨房里食材少得可怜，我自告奋勇，我来做饭。我在东宫小厨房干过。9月狐疑问道，你不是传菜的吗？我讪笑着，传菜得用整天忙，我常帮厨会几个菜。9月点了点头。谁知刚升上火，一个凶神恶煞的禁军头子闯进来吼道，先做我们的，赶一天路，饿死了，他们早晚是阶下囚，给惹不起。我麻溜洗米，切萝卜丁，掺点肉丁，撒把盐，煮了一大锅粥，边煮边尝，半锅下肚，才勉强垫了底端粥去。前头李良娣第一个嫌弃，这猪食怎么吃？我忍着翻白眼的冲动解释，这是从禁军嘴里抢来的，再不吃毛都没了。太子妃佟若云开口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别挑。饿了一天的主子们皱着眉也把粥喝了。丫鬟们习惯让主子先吃，结果有人不够，直接把丫鬟那份端走了。我给自己留的那碗也被3个大宫女瓜分了。太子妃身边的林姑姑又吩咐去备热水，太子妃要洗漱，李良娣和房良娣的丫鬟也跟着使唤我。我憋着火道，我饭都没吃，哪有力气干活？房良娣脸一红，厉声道，2天不吃饿不死一个，奴婢到脚情上了。我赶紧低头认错，太子妃却叫我过去。她拔下头上的金簪，我吓得后退。宫里用簪子杀人的事我可听过。林姑姑接过簪子道，今日多亏你机灵，这位太子妃赏你的。我受宠若惊，忙应下差事，这可是头回了。主子让我小心收好簪子，宫里东西不好出手，得熔成金子才行。锅里早空了，今晚只能喝水充饥。收拾厨房时，烧火嬷嬷偷偷塞给我半个烤地瓜，我感激涕零，总算没饿晕。想着太子妃的赏赐，我还是硬着头皮去送热水。刚到太子妃住处，就见门口守着禁军，里头哭声一片，一个满手是血的太监冲出来对我吼，热水快端进来。我头皮发麻，端水进屋，太子妃跪在床边泣不成声，床上那人下身全是血。东宫总管太监杨坚急得跳脚，快给殿下止血包扎。我慌了，奴婢不会啊，得请太医。杨坚眼一瞪，怒道，这时候哪来的太医？弄不好咱们都得死，快动手。我下了一机灵，强作镇定指挥，会包扎的上前帮忙，不会的后退，拿帕子再端热水来。众人像找到主心骨，立刻动起来。杨坚帮忙褪下血衣，露出血肉模糊的臀腿。我倒抽一口凉气，贵人也能遭这罪。杨坚咬牙切齿咒骂，王八羔子，别落我手里。我听得脊背发凉，小心擦拭血迹，烂肉根本不敢碰。杨总管，您擦着，我去找药。我跑回后厨找嬷嬷，嬷嬷，太子急需用药，您知道哪有药材吗？嬷嬷眼珠一转，道，药可不白给。我掏出金簪，你有什么药？嬷嬷立刻翻出些零碎药材，我一把抓过，塞给她簪子，又跑回去。太子已换下血衣趴着，伤口依旧狰狞。我把药材给太子妃，她也不认识。杨坚过来挑出2样道，这2种5碗水煎成1碗，我赶紧煎药要煎好端回去，已是深夜。杨坚叫醒太子，殿下您得撑住，不能便宜了小人。床上的人动了，缓缓转过脸，剑眉星目，鼻梁高挺，薄唇紧抿，一张俊脸苍白如纸。我屏住呼吸，头回这么近看云端上的人物。杨坚为他喝下药，太子耗尽力气闭上了眼。我收碗要走，杨坚却叫住了我，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奴婢黎月，在哪当值？东宫小厨房1年多了。咱家怎么没见过你？奴婢3等丫鬟，凑不到公公跟前。杨坚打量我，淡淡道，是个机灵的，明日想办法弄点好药，最好找个郎中进来。我瞪大眼道，公公，外头重兵把守行宫，荒郊野外没车没马的，上哪请郎中？杨坚焦躁的踱步。太子妃迷迷糊糊问太子情况，杨坚打发他去休息，转头对我下令，你留下来照看太子吧。我傻眼了，就你，咱俩轮班。我心里叫苦，可转念一想，万一太子翻身了呢？赌一把。我翻出柜子里给下人守夜的铺盖，我守白天，您守晚上。您知道今天的粥哪来的吗？我不休息，明天大家全得饿肚子。杨坚噎住了，只得摆摆手。他瞥我的眼神带着点探究，算了，管他呢，先养回神。我刚迷糊过去，就被太子痛苦的呻吟和杨坚急得快冒烟的安慰吵醒。殿下，您再忍忍，熬过这阵就好。没清静多久，杨坚猛地推我道，
快打冷水来，太子烧起来了！快打冷水来，太子烧起来了！我迷瞪着眼睛爬起来，夜风一吹，瞬间都清醒了。我黑灯瞎火摸到后厨水缸，还好剩点底子能打水。抬头瞅见鱼肚白，5更天了，提着水桶回来。杨坚张嘴就埋怨，怎么磨磨蹭蹭的不远？我没好气，他扔过帕子道：“你来降温。”我缓缓认命的摸摸太子额头，或烫的能烙饼，赶紧拧冷帕子给他擦脸。太子脸朝里，我只好爬上床沿，借着快烧到底的蜡烛光，小心擦他侧脸。活见鬼了！我个小厨房烧火的，这辈子居然能伺候太子爷擦脸。撩开烫手的被子，他身上也滚烫。我拿着冷帕子小声道：“会凉，你忍忍。”话音刚落，太子就一哆嗦，跟着是压抑的痛。哼！我手下加快动作，脸、脖子、手来回擦，折腾到天光大亮，那吓人的热度才下去一点。太子又昏了，我累得够呛，推醒打盹的杨坚，该做饭了。不去，咱连米汤都喝不上。太子交给你了。杨坚看看天色，没吭声，爬起来，我拔腿就走。大厨房果然被禁军霸占了。我对着笑说：“好话，各位大哥行行好，匀点米面吧，主子们也饿着呢。”话没说完，哄笑声炸开：“主子，醒醒吧，你家那位是废太子庶民了，还摆谱呢。你家那位是废太子庶民了，还摆谱呢。”我脑子嗡嗡的，但顾不上问，赶紧说：“那下人可以出去采买吧？你们这些下人我们可懒得管。”懂了。我扭头就跑去找太子妃，他那满脑袋金光闪闪的，总能换几个钱。冲进门，见他刚起，我把禁军的话复述一遍。童若云、柳眉道数，他们赶到底是没经过风浪，还不明白处境。我打断他：“太子妃，当下采买最急得多，派2人出去，另外需要银子。”童若云脸一摆，咬牙道：“叫人都过来。”很快，2个良弟和大宫女都到了。太子妃把手上的镯子、头上的钗环一股脑摘下，都拿出来吧，活命要紧。李良弟和房良弟对视一眼，不情不愿的也拿下首饰。太子妃点了他的心腹林姑姑：“姑姑，你带上人去采买，省着花。”林姑姑应下了。我心里叫苦，出去一趟没车没马得累死，我可不去，赶紧找借口道：“昨日的药得再煎，还指着我去后厨弄吃的呢。”果然，采买的苦差落在了9月和菊英头上。溜回后厨，我凑到烧火嬷嬷跟前，可怜巴巴道：“嬷嬷，匀口吃的吧，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”嬷嬷看我一眼：“傻丫头，那都废太子了，你卷点东西自个儿跑路不好。”我苦笑道：“我就一个3等粗使，这点家当昨儿都换药材了，跑出去喝西北风啊。”嬷嬷叹口气道：“也是苦命，悄悄拿点吧，别声张。”我心领神会，袖子里偷摸藏了点米和一小块腊肉。刚回到药炉子旁，一个禁军闯进来，一把揭开药罐盖子，吼道：“煎的什么玩意儿？”心提到嗓子眼，我面上装傻，穷人家的土方子，草根树皮凑合着消肿呗。禁军皱眉道：“别吃死人。”我赶紧陪笑：“哪能啊，小时候我娘就这么煎的。”他撇撇嘴走了。我长出一口气，这糊弄过去全靠昨晚的药渣没味儿。端着淡出鸟来的药汤和几只碗回到太子住处，里头哭声一片。太子妃正笨手笨脚给太子擦背，碰着伤口，惹得太子闷哼。杨坚在一边打盹，闻声惊跳起来：“什么？昨天煎剩的药渣兑水煮的？赶紧喂下去！我还搞了点米，待会儿煮米汤。”杨坚半信半疑，自己先尝了一口，才小心翼翼凑到床边：“殿下，好歹吃一口。”趴在床上的人动了，挣扎着抬头，那张原本耀眼的脸毫无血色，只剩下麻木的痛楚。他看了一眼碗里的清汤寡水，没说话，就着杨坚的手大口喝光。昔日云端上的人物，现在落魄成这样，看得人心里发涩。喝完了，他沙哑着开口：“杨坚，我的腿没知觉了，废了。殿下别胡说，出去找大夫能好。”杨坚声音发颤：“没用了，这辈子完了。”这话一出，屋里的女人们又开始嘤嗡嗡的哭。桌上刚端来的米汤根本没人动，我巴不得杨坚叫我过来伺候殿下。我摸着脸上前一摸，额头又烧起来了，拧了冷帕子刚要擦，看着他绝望死寂的眼睛，我鬼使神差的开口：“我小时候村里发大水逃荒，我阿爷为了给家里娃娃弄口吃的，偷了米铺，一把米被人抓着打断了腿，伤了基因，也觉得腿废了，闹着寻死。”我一边擦着他汗湿的额头，一边说，手上动作没停。楚恒玉猛地转过头看我，湿帕子擦过他的脸颊，露出一双沉如寒潭的眸子。我的目光平静无波，像在说别人的事，对上他探究的视线也没有半分波澜。后来呢？他终于问，声音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的干涩。我继续道：“我跑去药铺门口跪着问大夫，还有就没？大夫说让他躺3个月别动，用木头把腿固定死，没准能长好。我劝阿爷试试，他躺了3月，知觉一点点回来，后来又拄了拐，到处讨饭，不到1年，瘸是瘸了，但能走了。”我放下帕子，看着他，眼睛语气平淡，却直接砸在他心上：“您是贵人筋骨，比我阿爷年轻结实，信就好好活着，老天爷给想活的人留路，信了吗？”我那时也是这么劝阿爷的，阿爷信了。后来拄着拐继续拉着我们几个小的在逃荒路上挪。楚恒玉像是被这话盯住，他怔了半天，眼底那一片灰败的死寂里有什么东西极轻的碎裂开一道缝。他默默把头转了回去，再没吭声。屋里刚安静没2秒，房梁帝尖锐的哭嚎就撞了进来。像指甲刮铁皮。殿下，他们都说您被废成庶民了，是不是真的啊？这话跟炮仗似的，
啪一下把屋里炸懵了。太子妃佟若云脸刷的白了，你听谁胡说的？李良娣也惊得捂住了嘴。床上的楚恒玉没吭声，攥紧的拳头青筋暴起，啪一声脆响，吓得我一哆嗦，扭头就见房梁娣整个人歪倒在地，脸上一个清晰的巴掌印。杨坚站在那儿，一张清俊的太监脸阴沉的快滴出水。你瞎了？殿下养伤听不得狗吠，再敢嚎一句，这不是一巴掌的事儿。满屋里的女人全傻了。堂堂官大小姐被个太监打了，房梁娣捂着脸，屁都不敢放一个，连滚爬爬的跑了。杨坚转头对佟若云道，语气硬邦邦，太子妃也请回吧，殿下要静养。3下5除2，屋里就剩我们仨。我瞄了眼杨坚，这太监平日里瞧着干净斯文，狠起来是真吓人。楚恒玉跟哑了似的一动不动。我放下帕子道，奴婢去换水，脚底抹油溜了，外面也不消停。路过太子妃房门，房梁娣在里面嚎哭咒骂，杨坚算个什么东西，敢打我？我不活了太子妃，我当没听见，我的苦枣8辈子就吃完了，没工夫同情别人。溜回大厨房时，烧火嬷嬷正对着小山似的脏碗筷叹气，我挽起袖子就过去搭手。嬷嬷道，甭帮了，丫头，那些手细教的也可不会念咱的好。她压低声音道，听说了没？里头那位废了，你死心眼，守着他干啥？卷点细软跑路是正经。我苦笑，嬷嬷，我昨儿得的赏簪子都换药了，一个3等杂役哪来的细软，跑出去喝风啊？嬷嬷叹口气，哎，都是苦命人，悄悄拿点吧。我懂了，袖子一拢，偷摸藏了把米，转身就走。回到太子屋里，杨坚守在那儿，眼圈乌青。我把水放下去探太子，额头又烫了一点点，省着水给他擦身降温。桌上昨晚的碗筷狼藉，没人收拾。杨坚突然问我，吃的哪弄的？给嬷嬷洗碗搭把手顺来的。他没多说，转身就出去了。没过多久，杨坚居然扛回来个小半袋米，几颗蔫巴青菜和2根萝卜。他啐了一口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想饿死殿下。我杨坚还没死呢，我赶紧接过藏好，心里乐开了花。早知道他有这能耐，还缺啥？杨坚问我，油盐，他又风风火火出去了，再回来时油盐也有了，这下是真有点底了。下午我去煎药，刚升上火，一个5大3粗的禁军过来，哐当一脚把药罐踢翻。药罐被踢翻的瞬间，滚烫的药汤溅在青砖上，冒起阵阵白烟，空气中弥漫着苦涩的药味。我吓得往后一缩，看着眼前5大3粗的禁军，心里又气又怕。这禁军满脸横肉，眼神凶狠，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主。你这丫头竟敢在这里熬些不明不白的东西，想害我们兄弟不成？禁军叉着腰，嗓门大的震耳朵，告诉你，废太子就是个阶下囚，你们这些下人也别想搞什么花样。我强压下心头的火气，挤出一个笑脸，这位大哥，您误会了，这不是什么害人的东西，是给我们这些下人熬的草药。最近天凉，好多人都受了风寒，喝点草药能预防预防。我一边说，一边悄悄把地上的药渣往灶台底下扫，生怕他看出破绽。禁军眯着眼睛打量了我半天，又看了看灶台边散落的草药，显然不太相信。真的，别以为老子好糊弄，要是让老子发现你们搞鬼，有你们好果子吃，真的千真万确。我连忙点头，语气诚恳，我们这些下人哪有那个胆子搞花样啊，只求能安安稳稳地活下去，等这事过去了，好出宫嫁人呢。我说着，故意露出一副委屈又害怕的样子，试图博取他的同情。禁军哼了一声，没再追问，转身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了。这要是被他发现，要是给太子熬的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赶紧收拾好地上的狼藉，重新翻出嬷嬷给的零碎药材，又加了点普通的草药，凑成一副看起来像是治风寒的方子，重新熬了起来。这次我不敢大意，一直守在灶台边，生怕再有人来捣乱。药熬好后，我小心翼翼地端着药碗回到太子的住处。杨坚正守在床边，见我回来，连忙迎上来，怎么样，没出什么事吧？我摇了摇头，把刚才的事跟他说了一遍。杨坚听了，脸色阴沉下来，这些禁军真是越来越过分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殿下的药都没法熬了。没办法，谁让我们现在是人在屋檐下呢？我叹了口气，把药碗递给杨坚，先给殿下喝了这碗药吧，我加了些普通草药，看起来像是治风寒的，应该不会引起怀疑。杨坚接过药碗，小心翼翼地喂给太子。太子依旧昏昏沉沉的，喝药的时候也没什么反应，只是偶尔会因为伤口的疼痛皱一下眉头。喂完药，杨坚看着太子苍白的脸，忧心忡忡地说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殿下的伤口越来越严重，烧也反反复复的，再不找个正经的郎中来看，恐怕会有性命之忧。我也知道事情紧急，可外面重兵把守，想要出去找郎中谈何容易。我想了想，说，杨公公，不如我们再去找找烧火嬷嬷。他在这别院待的时间长，说不定认识什么懂医术的人，或者知道哪里能弄到好药。杨坚点了点头，也只能这样了，你去一趟吧，小心点，别被人发现了。我拿着一个空篮子，装作去后厨找吃的，悄悄来到烧火嬷嬷的住处。嬷嬷正在缝补衣服，见我来了，放下针线，丫头又来寻吃的。我凑近嬷嬷，小声说，嬷嬷，这次不是来寻吃的，是有要事求您帮忙。太子殿下的伤势越来越重，烧也一直推不下去，您能不能想想办法，帮我们找个郎中，或者弄点好药啊？嬷嬷皱了皱眉，叹了口气，丫头，不是嬷嬷不帮你，这别院外全是禁军，别说找郎中了，就是想出去买点东西都难。不过我倒是认识一个老郎中，住在离这不远的村子里，
只是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。真的，我眼前一亮，嬷嬷，您能告诉我们那个老郎中的地址吗？我们想办法出去找他。嬷嬷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了点头。那老郎中姓王，住在村东头第一家，只是你们要小心，路上有禁军巡查，别被抓了。他顿了顿，又从怀里掏出一些碎银子塞给我，这些银子你们拿着，万一用得上。我接过银子，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嬷嬷，谢谢您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小心的。我拿着老郎中的地址，赶紧回到太子住处，把情况告诉了杨坚。杨坚听了也很高兴，太好了，今晚我就出去找那个王郎中，你在这里好好照看殿下。不行，杨公公，您是太子身边的人，要是被禁军发现您出去，肯定会起疑心的，还是我去吧，我只是个3等杂役，禁军对我没那么在意。我连忙说道。杨坚想了想，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那你一定要小心，带上这个令牌，要是遇到禁军巡查，就说你是出去采买的下人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木牌递给我，我接过木牌，小心翼翼地藏在怀里，又换了一身不起眼的衣服，趁着夜色悄悄溜出了别院。外面果然有禁军巡查，我低着头，装作是出去采买的下人，顺利地通过了检查。按照嬷嬷给的地址，我很快找到了王郎中的住处。王郎中已经年过花甲，头发花白，听说我是来请他去给人看病的，起初还不愿意，怕惹上麻烦。我好说歹说，又把太子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，还拿出了嬷嬷给的碎银子，王郎中才勉强答应跟我走。一路上，我和王郎中小心翼翼地避开禁军巡查，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别院。杨坚早已在门口等着，见我们回来了，赶紧迎上来，把王郎中请进了太子的住处。王郎中给太子把了脉，又看了看他的伤口，皱着眉说，殿下的伤势很严重，伤口已经感染了，要是再晚几天，恐怕就回天乏术了。我这里有一些草药，你们先拿去熬了给殿下喝，能缓解一下病情。另外，我还需要一些药材，才能配出更好的药，只是现在不好弄啊。王郎中，您需要什么药材？我们想办法去弄。杨坚连忙说道。王郎中写下一张药方，递给杨坚，这些药材都很常见，只是现在外面管控的严，不好买。你们要是能弄到这些药材，殿下的病情就能好转很多。我接过药方，看了看上面的药材，大多是一些普通的草药，只是有几味药材比较难弄。我想了想，说，杨公公，我去试试吧。我认识几个在外面做小买卖的人，说不定能弄到这些药材。杨坚点了点头，那你去吧，一定要小心。我又一次悄悄溜出别院，凭着记忆找到了几个以前在东宫时认识的小商贩，他们听说我是来买药材的，起初还很犹豫，怕惹上麻烦。我跟他们说了太子的情况，又给了他们一些银子，他们才勉强答应帮我寻找药方上的药材。过了好几天，我才把所有的药材都弄齐了。我拿着药材赶紧回到别院，把药材交给了王郎中。王郎中很快就配好了药，熬好后给太子喝了下去。喝了王郎中配的药，太子的病情果然有了好转，烧也渐渐退了下去，伤口也开始愈合。太子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多，虽然还是不能下床，但精神比以前好了很多。这天，太子清醒的时候看着我，突然开口问道，你叫黎月？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太子会记得我的名字，连忙点头，回殿下，奴婢叫黎月。太子点了点头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。这段时间多亏了你和杨坚照顾我，若不是你们，我恐怕早就活不成了。殿下言重了，这是奴婢和杨公公应该做的。我连忙说道。太子沉默了片刻，又说，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是废太子了，成了庶民，但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那些陷害我的人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他的语气坚定，眼神里充满了恨意。我看着太子，心里也替他难过。曾经高高在上的太子，如今却落得这般下场。但我也知道，太子不是那种轻易认输的人，他一定会想办法东山再起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太子的伤势越来越好转，已经能坐起来了。杨坚也开始暗中联系以前太子的旧部，想要为太子翻案。我则继续在厨房里忙活，为大家准备饭菜，同时留意着外面的动静，一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告诉杨坚和太子。这天我正在厨房里做饭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，我赶紧跑出去一看，只见一群禁军簇拥着一个身穿官服的人走了进来。那人走到太子的住处，拿出一份圣旨，大声宣读起来。原来陛下经过调查，发现太子是被人陷害的，决定恢复太子的身份，并且严惩那些陷害太子的人。太子终于沉冤的雪了。太子听到圣旨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杨坚和我们这些下人也都很高兴，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。不久后，太子带着我们回到了东宫，东宫还是以前的样子，只是多了几分冷清。太子回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提拔了杨坚，让他做了东宫的总管太监。然后他又看向我，笑着说，黎月，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，帮了我很多忙，我决定封你为太子侍读，以后留在我身边，帮我处理一些事务。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太子会给我这么高的职位，我只是个3等杂役，从来没想过能有这么一天。我连忙跪下，谢殿下恩典，奴婢一定尽心尽力为殿下效力。太子扶起我，笑着说，起来吧，以后不用再叫我殿下了，叫我太子爷就好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留在了太子身边，做了太子侍读。我不再是那个只能在小厨房里偷吃偷睡的3等杂役，而是能帮太子处理事务的亲信。虽然宫廷的生活依旧充满了危险和变数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我跟着太子好好做事，就一定能在这宫里好好活下去。后来太子顺利继承了皇位，成为了新的皇帝。我也因为在太子困难时期的帮助，被封为了贵妃。虽然我没有显赫的家世，也没有出众的容貌，但皇帝却很信任我，
经常和我商量国家大事。我常常想起在东宫小厨房的日子，想起那些艰难却又充满希望的时光。如果不是当初的坚持和不放弃，我恐怕早就死在了那场东宫变天的风波里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只要不放弃，总有柳暗花明的一天。而我也终于在这深宫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，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